单单都讲耕田人爱望田落实，不过现在气候唔正常，见变化，欠工嘅情形又渐来渐厉害，指挥农业科技成为新嘅发展。前天呢，N 是报道廿几年呢，渐来渐发展嘅土研草莓产业，咩田多指挥农业，大帮环境监测系统、监测器，还有自动化反控技术也都设备。农民就做得及时监控温度、湿度同病虫害已经也到。但将解决的气候变迁造成产量减少嘅问题，草莓嘅产量提升，咪开始嘅数位农业新时代。这边是我们时间的排序，那给的内容啊，像这个我们给肥会有一个养液桶嘛，它养液桶里面有台马达，它会先搅。我如果要它给肥的话，它会先搅拌。面对情况产业唔正常嘅气候，农民做嘅時候，種出嘅農作物會損失無諾。不過一下實際啲，平板電腦冇咗嘅樹皮嘅空，用數字點一下，就做得及時抓做到農作物嘅生長情形。最難克服的問題就是我們北部的天氣，因為陽光太少。那我們可以利用我們智慧農業調控我們的溫室，讓我們的濕度可以降低，不要跟外面的濕度一樣那麼高，有沒有？然後我們草莓一些病害，譬如說果腐病啊、灰霉病，就可以比較得到有效的控制跟改善。设施内的环境其实就是要靠一些自动化，像风扇，我们看到有风扇、有卷帘，然后有一些我们会加装一些可以控制的，像我们里面有一些温度的感测器、光照的感测器，这些都可以去调整我们草莓在摄施环境下适合的微气候。那创造一个很适合草莓的一些栽培的一些状况。正開始嚟種草莓嘅地震案，各地啲產業做研發嘅職務，對智慧化設施有一定了解。嗰時候頭下嘛種草莓，就決心會聽得到智慧化農業嘅腳步。我們的草莓栽培不像大湖相對它先天氣候好，環境好，然後還有他們的人好，因為他們人很多。專業的草莓栽培的人很多，所以在人力的部分我們沒有辦法，所以只能投入更多的智慧農業來做到成功，然後讓我們自己人力的問題可以解決。嗰邊頭擺草莓單單都可以種地體內好，利用國家栽培和過去嘅溫室，對天線、水管都有的衛生批都可以自家做嘅。其實在我們的結構啦。還有自動控制啦，還有我們的設施，這個專長我比較在行啦。所以你現在我們看到我們這個溫室裡面很多的電線啦、水管啦，甚至連風機的安裝啦，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在做的。一下啲農業兩百項已經有66個成績得記，其實通俗時期就一直想去做農，但現政府抗議反對來拖功課。第一產業做研發工作去部嘅過後，現在目前出現嘅問題，鼓手辭職，未決定來轉做農。係先對從動用成本開始，下後係減做培育草莓用，再個來種草莓，第二個長動作咪係起起落落。其實因為我自己身體有一些狀況，然後後來才選擇放開原本的工作，然後來從農。主要是那時候是因為我的眼睛有乾眼症的問題，然後很不舒服，然後開車啊、生活上都會有安全的問題，然後後來才出來從農。就出來從農之後，我發現不到半年2、3個月，我的眼睛就好了。我要讓裡面的環境溫稍微高一點，然後對作物生長比較好。沒有，我們就可以，其實我們是可以設定溫度了哈。那我現在手動操作給你看。就是說，我現在把它關了，好，我按關，來，你看，它們已經在動，在運轉。平開、重開，甚至係天時改變，到溫度、濕度，都係種出過程當中無共用嘅抗驗。面對各種變化或克服嘅難題，智慧農業就成為咗新嘅解決辦法。喺溫室導航對刺痛乾快。種地公本嘅風扇，韓國第二頭嘅點名都有作用。安尼種植嘅品質、韓國產量都提高嘅，未改善呢種多問題。智慧的用意就是
可以用到我们的灌溉系统，像是我们的水分的灌溉管理，那还有营养管理，我们这边都有那个滴带管，那养分透过滴带去给。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看不到的东西，就是温度、湿度。对，温度、湿度，我们可以透过智慧农业，可以把它设定好，可能白天温度超过多少度，它会启动循环风扇，让空气能够把外面的空气弄进来，或是把里面的空气排出去，那达到一个温室内比较适合草莓的温网式的一些栽培气候。我们在 PLC 里面会安排我的灌溉的策略哈，那它会自动灌溉，这一定是智慧农业部分。然后当然我们的风机部分，我们除了时间一般大家认为几点开到几点的这个模式以外，我们可以加入温度的模式，比如说当达到什么温度我就启动，低于什么温度我就停止。因为智慧农业设施磁通感应，随时监控，一度无办法控制嘅变化，都做得结结。面对欠人力、欠工嘅情形，智慧科技上市又上人工，又为动态嘅帮助。这个喷头有没有？我们操作它的分区灌溉，分区的叶面喷施，就喷叶面肥的部分哈。那我们现在2分地，我只要花160秒就可以完成2分地的叶面喷施，这个是省工的部分，是达到最大的效益。甚至做得远端操控，唔是到现场，未做得随时查做到清醒嘅种植信息。譬如说，我们灌溉的策略或给肥的策略，其实都已经在系统里面，在 PLC 里面了。那假如说举例，就比如说我今天人身边不舒服，对不对？那我只要平板打开来，我就可以在里面看到说，我今天有没有正常执行？虽然智慧农业做得补充人力同时间成本，不过竞争北部嘅日头唔拉充足，相对运用嘅后日不公设施，安尼智慧农业将做到行卡求切，係行業集團為達標嘅目標。其实後來我有跟那個羅博士有在稍微討論到這件事情，因為燈的部分就是說我們需要的光源不一樣，那我們是要誘導它開花，還是要補光，目的都不一樣，所以我們的裝置會用到哪一些，這些都是我們要思考的。那草莓其實它也並不是說很需要很強烈的光照，對，有時候光線太強反而對它來講會比較不好，對，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種一些反光，然後還有我們選擇的栽培種，對，栽培品種比較適合在我們設施環境下那個種植的。这个是我们的智慧农业的控制。那这个我一间温室有3个灌溉的系统，所以我会有3个电池水阀的控制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内遮阴网呢的正开跟关，还有负压风扇跟循环风扇。那土壤侦测可以侦测到土壤的酸碱值、土壤水分，还有土壤的氮磷钾，然后土壤的温度等等的环境条件。智慧科技嘅運用，其實唔單僅用啲國家栽培方，未做得用啲地面方嘅種測。過去係一類工廠式嘅種結比，5年前開始種草莓，同其他農業冇唔用，而主打用溫室農種，不過維持傳統，同草莓種地天然風，未打開嚟無通用嘅小地市場。你土壤呢，我有試過，因為土壤寒天種到易水。安尼嘅草莓當強易水咧較大條嘅其實面強，所以一開始有試過種落去做點嘛，發現做唔成，要冇熟成，所以第二張要用按道嘅去壓條嘅溫室來種草莓。我哋條種方式都冇用農藥，我哋就係用蟲來殺蟲。也係做一個技服業者共同開發的一個無線的環境的微氣象站，還有土壤感測器。那它就是完全無線，我想要它，我想我去標落來，其實都會標落來。我做當防片咧，看你係安尼嚟幾多濕土啊、溫土啊，還有空氣嘅溫土、濕土喺幾度全部做一啲。啲溫室導控設置咧微型嘅氣象站，含個奶牛嘅監測器，無論年度內都做得隨時查做到溫土、濕土，還有奶牛公開嘅情形。我數據嘅全部都可以看到個我喺奶嘅結實。我喺地盤溫度幾多度，物解來看嚇，只都係隔天講，我喺好似
不去水嘛。同時，草莓嘅片從開又會用嚟對抗咯，係遇到農民同頭拿痛嘅問題。假條係用田鐵嚟對抗蟲害嘅方式，嚟達到防治嘅目標。其實草莓當到蟲害啦，佢有嗰個蚜蟲啦、紅蜘蛛啦、斜紋夜盜啦，呢條全部有。啊片後尾喺當到做，啊片唔喺當到做，唔就千冇不去毒液，冇不去殺，其實佢唔會按嚴重。啊，唔像蟲害啊，你就用好嘅蟲去殺壞嘅蟲嚟我防殺。現正總結地過去喺啲工廠時，對佢嚟講，智慧化現象並唔係上所，對套實時實批到實質都行出嚟自家嘅路，同時達到省時間、省人工嘅效果。將安尼灌水嘅莫達嚟得啊，哈，全部咱用無通用，因為一般傳統嘅莫達，唔講愛用嘅係工業級嘅。比如講安尼噴伊條，有個噴飼料了條啊，哈，哦噴嘛防治之材，安尼係用面去噴嘅話，哈，一件差唔多要放20分鐘，將來有12件，所以2放20分鐘。唔講愛用嘅10支啊，哈，啊2分鐘就做12件處理好。不過氣候環境當然都改變，工作仍然比以前還較困難，運用智慧科技就一定重要。但將農民用科技智慧實施，沒有採地嘅經驗經營嘅本色草莓農場同新農教育結合用下，還較有教育嘅意義，未做得還較接近消費者。我們不同於其他地方，是我們不只是農作物上面的採摘，我們還有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務，例如剛剛提到的食農教育，就是我們希望借由農業上面的種植來達到怎麼樣惜食啊，來去做這樣子農產品上面的去推廣。參與農場嘅實施實質係用環保教育嚟做主題，鼓勵用綠建築嘅概念嚟打造。在我們的 DIY 活動區，還有甚至我們的用餐區，都屬於使用這種水資源再回收、再利用的一個綠建築這樣的手法。那我們農業裡面常使用就是水簾，例如說像夏天很熱。那如何去利用自然的方式來去降溫？它相對性就比較節能啊，也比較環保，沒有那個二氧化氮的問題。假條用無農藥友善嘅方式來種，同時使用回收嘅用具包，再個拿來利用，成為咧種植嘅盆栽容器。我們大部分使用環保回收的材料，像比如說我們使用的可能是椰纖回收的，或者是菇包回收的等等之類的材料。那這一方面也解決了農業上面極大的一些回收再利用的問題，一方面也來讓我們的草莓產業的發展，不一定要使用外來的培養土，那我們也可以利用我們在地的一些環保回收料。介質來去做一些栽種跟種植。含卡特別的係溫室農杯，含吊等水豐盛嘅苗藝，特殊嘅豐富苗係假條特別比亞條珍貴嘅草莓打造嘅安全豐富。主要是借由說一些光譜，是一些蟲，它們可能眼睛是看不到的，可能看不到，所以在借由再加上它的孔的密度。我們盡量讓它有一些幼蟲還是飛不進去，然後它看不到又飛不進去的狀況之下，相對性就是一種很自然的保護到我們草莓的一個手法。農業沒有結合智慧農業實施，風扇滴灌實施，啲農場都好沒可能到。我們設定的溫度到的時候，它會自動啟動，這樣我們的風扇設施，然後例如說我們的滴灌設施也是屬於我們智慧農業一環。那就是說，它偵測到，現在的濕度，土壤的濕度，可能需要水了，所以它偵測到的時候，這時候它可能就可以用排程的方式，或者是一些感應的方式，偵測到需要水了，然後我們設定讓它供給多少的水量。但全球嘅氣候唔正常，有動態嘅挑戰，工作未面臨嘅唔穩定嘅風險，必須為確保產量同品質。草莓智慧栽培整合嘅 AI 數據分析、自動化灌溉同容易設備，打破監測環境嘅變化，韓國平從可以見亞頭。
农民做对先来调整管理策略，有效嘅对抗各种挑战，提升草莓品质，每打冲出无穷用嘅品牌价值。